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新上架的日漫机甲题材背景的 VR 科幻游戏《空想大乱斗 Mecha Force》。VR 玩家可以个性化的定制自己所驾驭的机甲武器组合，从远程火炮到近战关键，尽可能的将武器特色和个人的战斗风格融为一体。以驾驶舱内的第一视角出发，协调好与机甲的同步率，来跟外星入侵者和其他的金甲兵进行战斗。这款游戏值得一提的是有中文配音，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会不会是国产游戏呢？所以去搜了一下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那如果没有错的话，这应该是国内的领格创意投资公司所投资的 Moon Studio 所开发的游戏。我也欢迎开发者到时候看到我的视频来评论区认领啊，顺便跟玩家们交流沟通。那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赶紧进到游戏里体验一下。好，我们点击这个开始游戏，创建一个新的存档，点击这个 New， 然后进入游戏。一开始呢，它会有一个类似于故事剧情介绍的一个叙事段落，这边我们就可以一开始就能初步驾驶一下这个机甲。这里面我们用扳机键就可以进行射击瞄准，然后你的 A 键和 B 键按住的话，也会有不同的攻击效果。这里面主要是靠你手斩的装备以及你手臂的装备，这个我们到具体后面游戏里面的进程里面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武器进行装备。然后我这边发现自己还安装了一个关键，那我就可以用关键进行攻击。实际上，我觉得它区别于其他的 VR 机甲游戏就在这里，它提供了一个近战的机制。其他的 VR 机甲游戏，我自己印象中基本上都是以射击为主，然后它这里面的移动机制呢，其实并没有完全去模拟机甲的那种沉重的步伐，其实跟我们正常的走路，平常的 VR 游戏的走路是一样的，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并没有什么那种上下颠簸感。游戏的第一感觉印象啊，会给我有点像那种阿尔特斯超越时空的感觉，就是整体画质可能稍微更粗糙一点。接着我们就会进到整个游戏的引导过程，这边出现了一个 NPC 跟我们进行一个远程通话。我发现这个游戏它竟然没有按照头部转向，只有手部转向，所以说让我感觉有点晕啊。还有就是玩这个游戏，我建议大家是坐着玩，因为你要驾驶机甲嘛，坐着玩是比较舒适的。然后我们乘坐电梯来到这个格纳库，也就是它的这个机库，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跟我们远程对话的这个 NPC。这个 NPC 呢，其实你是可以跟他稍微做些互动的，比如说你把手摸到他的大腿，他会跟你有些对话。包括摸到他的屁股或者摸到他的头，那开发者都会设置一些基础的对白。那更多的你想做其他的非分之想啊，那是没有的啊。包括手柄有没有给到你一个特别明显的震动反馈，反正就是你稍微跟他摸一下、亲近一下是可以的，不要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移动到前面的这个机甲的正前面，这里呢我们就要进行出击前的一个整顿工作。这边点击这个装备栏，可以看到你的左右手都可以进行武器的装备，分别是手臂和手掌。手臂这边有电磁炮、机枪，还有这个飞拳以及这个导弹供我们选择。那我现在就拿起这个电磁炮装上去。大家装上去的时候，然后再点击下面这个 Confirm 确认。点击确认一瞬间，大家可以关注后面这个大型的机甲，它同时会同步做一个安装的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一点设计是蛮好的，就是很有那种临场感。接着我再装上，在右手边装上一个关键，因为我想进行一个近战格斗。在整个我觉得出击的过程中，你最好是远程装备和近战装备全部都有，这样是更加有益于你整个的攻击状态。好，我们再装备一个火箭飞拳，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飞拳啊比关键还要好用。它其实这个游戏吧，我觉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安装这个装备啊，实际进到游戏战斗过程中，它没有给你提示你该具体怎么去操作它。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混乱，就是 A 键 B 键还是按扳机键还是按握柄按钮，我觉得它应该在教程阶段对每一种武器都做一个细致的操作方式的演示，因为你这边武器种类确实是蛮多的。如果能够让
玩家一开始能够更加的清楚的了解，让玩家更快的进入游戏的节奏，而不是还要花点时间自己去摸索。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整个你进入驾驶舱，然后跟整个机甲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出击的过程。我觉得这一段整体的动画是有内味的，但是整个机舱的这个细节还是太空旷了的。你的视角还有你的驾驶的那个视野是不错，但是你整个的驾驶舱的设定呢，实在是太过潦草了一些，就让人觉得很粗糙。我希望他们能在后续的更新里能够把整个这一段的美术效果做得再好看一点。好了，我们通过一个类似时光隧道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正式出击了。大家可以看到，你的左右手臂因为安装了不同的武器呢，它的这个颜色包括它的整体的视觉效果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一般来说，你瞄准的时候其实是有点不适应的，尤其是当你自己去体验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它做到比较对的一点就是，其实你在驾驶舱里面去操作，但是你其实实际的机甲的手臂特别巨大，它的这两个视觉比例是不匹配的，所以说它也还原了这种不匹配的这种瞄准的感觉。战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你要观察自己左边的红色选项条，还有右边黄色的盾甲条。同时呢，你是可以左右手连续开弓的，所以说不要呆呆的只用一只手进行进攻。你看，大家看到我这个飞拳真的特别好用，我觉得它有时候可以当做格挡，就它跟你对冲嘛，敌人跟你对冲，你直接出击出拳，既是防御又是进攻，包括关键也一样。目前我们看到出现的怪物呢，其实都是类似于无人机一样的机器怪物。老实说，它这里面敌人种类确实是不多，还有包括它整个场景的设定，其实有点过于空旷，也过于狭小。这一点上其实反而没有这种大型机甲的感觉，等于就是你会知道自己面对的敌人是机甲，然后你驾驶的机器是机甲。但是整个的空间布局的视觉比例并不会给到你这种感觉。那通过一个关卡之后，你就会出现一些 buff 加成的一些升级选项，你可以对你的武器进行升级，每次你只能选择一个，这就是整个游戏的 roguelike 的元素。那进入下一个关卡之后，我就会意识到这个游戏它有点单调了。首先它的场景制作的并不是那么丰富啊，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第三个场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图形画质并不是特别的走写实风格嘛，你会觉得它有点粗糙。所以说，当你的画质不够出众的时候，你的场景就不能够给你带来让用户觉得新鲜的地方。其次就是整个战斗空间有点小，你永远都是在跟几个无人机和几个人形机甲做着重复一样的这种小范围的格斗，就是不够有那种仪式感吧。你会感觉自己只是玩第一视角的割草游戏，没有什么就是整个战斗过程中的一种技巧上的研弹，无非就是你的关键可以把这个飞弹给砍回去，那其他更多的就是说看上去玩法技巧性上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整个游戏它概念是不错，它的想法思路也都不错，但是距离变成一个高完成度的一个游戏作品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这个游戏现在在科酷上免费上架这个测试嘛，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下载过来试玩一下。如果你喜欢这类游戏题材，平时也是2次元的话，然后看到一个还带中配的作品，我觉得第一印象肯定是蛮有好感的。那具体大家喜不喜欢就要看因人而异了。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着大家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的力麦走一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